如果你喺2025年嘅今日手上有30幾萬，但係收入普通嘅人，而家正同伴侶面對緊居住問題，俾你會選擇去排公屋之後再將公屋豪華裝修住過世，定係會做90%按揭上車買樓自住？咁就梗係唔使心去排公屋啦。公屋嘅屋租淨係嗰3000幾蚊，平租之餘仲要拋差餉維修，以上車本300零萬計，都要供成13,000蚊一個月，一個月差成10000蚊，仲未計要俾差餉雜費大維修，每個月慳到成10000蚊，都根本唔需要去揀買樓啦。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呢條片係承接翻上個星期我講有關應唔應該豪裝嘅影片。係講緊有幾十萬豪裝公屋嘅話，呢筆錢已經可以夠做首期，借90%按揭去買上車盤。畢竟公屋屋租只係3000幾蚊，而家買樓仲要供成萬幾蚊個月，帳面上供樓就好似要俾多好多錢咁樣。但係作為一個投資者就可以話俾你聽，咁樣比較其實係唔正確㗎，因為呢個數字只係現金流上支出嘅差異。實際上要衡量投資嘅話，並唔係睇現金流嘅支出，而係要比較累積到幾多資產，同埋投資物賺唔賺到錢先係重點。不過喺一般嘅傳統教育都冇教過呢啲嘅計算方法，所以導致大眾都冇考慮過呢一點。所以喺呢條片，我會同大家用資金同歷史嘅角度去講解一下，而家上車置業會有咩優勢，去增加同創造你嘅財富。想知道嘅朋友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首先講緊而家個設定係一對情侶有1萬幾蚊收入，已經儲到30零萬，會打算儲起筆錢等排公屋上樓再豪裝住個世，定係直接攞筆錢去做首期上車買有裝修嘅單位，對未來財富嘅影響。暫時唔好講咩入息限制同資產限制嗰啲先。正如影片開頭所講，好多人都會斟酌供樓要13,000蚊，但係公屋屋租可能只係3000蚊。每個月差成1萬蚊，一年就12萬，10年就82萬，供樓仲要供成30年，你都咪話唔和味。雖然啲人話有公屋同中六合彩係冇分別，之後啲人又會諗每個月多成1萬，我可以去點樣使咗啲錢去啊？生活點樣改善嗰啲嘢？你咁樣諗係冇錯㗎。你買層樓返嚟幾百萬，一個人收入得個萬幾蚊，但係供樓都要萬幾蚊，就梗係辛苦啦。咁係咪顯得買樓嘅人好悲哀呢？但係呢個只係一個現金流角度，並唔係對成個財富嘅全圖嚟㗎，而係好多人對買樓方面所產生嘅誤區。不過我都可以話俾你聽，呢個現金流角度都係有問題嘅。我成日都講喺大圍金獅花園上車，大概300頭萬，拎30零萬就會上到車。有長板嘅租金就係14,000蚊左右。假設突然間有人喺隔離新翠村可以有間清水樓長期放租俾你，仲要近地鐵站個金獅花園，你會唔會覺得有人用多個14,000蚊去租新翠村呢？咁就梗係唔會啦，質素都唔同，設施又唔同，服務又唔同，裝修仲要自己俾錢，所以真係唔好再講30年幾百萬嗰啲，條數其實唔係咁計。當然喺呢條片我要帶出嘅並唔係級數嘅差異，而係財富上嘅差異。首先講返你攞晒呢筆錢去裝修，可能你會好開心。因為只需要支付呢筆大錢之後，你就可以喺未來一段長時間就可以用一個低廉嘅租金享受到一個好優質嘅室內環境。相反，買有裝修單位呢一邊，雖然都係享受到長期嘅優質室內環境，但係每個月要拎多成1萬蚊去供樓，好似就好蠢咁樣。不過我就要喺度打破一個豪華裝修嘅迷思先，就係好多人認為裝修係長遠嘅支出，所以願意花大量嘅金錢同日價去裝修方面。但係一個單位嘅裝修其實10年左右就會夠，20年左右就殘，30年就直情變得老土，所以係冇需要過度花費奢侈喺裝修上面。可能你又諗買樓上車嘅裝修咪又係會夠，所以個差異化就嚟啦。就係點解買樓上車要住足30年？私樓同公屋最大嘅分別就係私樓可以靠換樓嘅方式可以增值自己嘅財富同埋持續改善住屋嘅環境。
裝修10年就夠，即係10年之前都唔會太夠。所以如果你係買一個有裝修嘅單位，又預期自己係裝修老化之前能夠成功換樓，你本身買樓時候嘅裝修日價係可以喺賣樓嘅時候打包賣埋俾你嘅下家，亦即係你享受到個舒適嘅室內環境之餘，冇需要再額外俾錢，甚至喺賣樓嘅時候賺更加多嘅錢。而你俾嗰啲首期啊、還款本金，你係可以喺賣樓嗰陣時攞得返。但係你打算豪裝公屋單位嘅話，係攞唔返嘅。咁豪裝一個單位就係你有幾十萬將啲錢使晒出去。我諗呢個概念一啲都唔難，因為唔需要供樓，每個月就會多1萬零蚊左右嘅自由現金流，俾你食、俾你使、俾你去旅行，全部你自己決定啦。咁返嚟買樓上車，平手走會計到啲乜嘢嘅財富呢？咁首先買330萬嘅單位要俾33萬嘅首期，然後33000蚊嘅佣金，大概再加1萬零蚊嘅雜費。真係收咗樓之後呢，就要供樓，按揭回贈同埋預期未來樓按利息下降嗰啲喺度，我就唔同大家計啦。咁喺拍片呢一刻嚟講，樓按供款利率仲係3.5厘，借90%，揀還款年期30年，一個月就要供成13600蚊，再加啲雜費咁樣。喺度就當15000蚊一個月，當5年之後可以換樓。其實個單位嘅裝修都未去到舊嘅程度，而喺呢個假設下，呢5年嘅樓市風平浪靜，冇升跌，平手賣出，咁佢哋嘅財富又變成點樣呢？結果就係供咗5年樓之後，佢哋仲有272萬嘅按揭，賣樓仲要俾到4萬零蚊嘅佣金雜費，所以賣樓之後會有得到54萬嘅現金。可能你又諗，咁我一個月1萬蚊，5年都有60萬啦。計數上面就真係好似住公屋着數啲喎。咁仲需唔需要死供爛供呢？如果住公屋咁着數嘅話，又點解咁多人走去買樓呢？因為喺度不但當樓價唔會升，利率相同，而且最重要嘅係假設咗收入係相同。好多人驚要供樓，就係因為佢好似一個魔咒咁樣，要面對一個財務嘅風險。假如你喺買咗樓嘅話，你都會驚咗呢個魔咒，所以你唔會貪圖安逸現時嘅工作收入，因為你要面對失業斷供嘅風險而考慮不斷提升收入。但講到財富呢樣嘢就好得意嘅，想變有錢嘅人會集中注意力喺收入，而平凡嘅人只會集中注意力喺支出。所以佢哋講到公屋慳到1萬蚊一個月，佢哋只係集中喺支出。當佢哋係神一般咁嘅人，真係可以不吃不喝不消費，每個月慳到1萬蚊都唔會俾多你，因為你嘅收入係有限制。我亦聽過無數嘅人講，為咗繼續享有公屋資源而去限制自己嘅收入。但係如果將收入上限移除，可能個人工開頭係15000蚊一個月，之後你係3萬蚊、5萬蚊、10萬蚊都冇人理你㗎。所以點解租樓嘅市值租金比公屋租金高咁多？無非就係公屋本嚟只係想幫助低收入人士，假若情況轉好就要離開，所以有收入同資產嘅限制，而唔係幫人去創造財富。而買樓不但因為供樓而迫使去提升自己嘅收入，而且要將若干嘅資金投資落樓市入面，成為一個人成長嘅推動力。同時買咗樓嘅你就係業主，你唔會因為自己收入上升而收自己倍半2倍租，亦唔會每年檢討自己嘅租金。當真係加租都好啦，其實都係自己收返，仲要唔收物業稅。提升完收入之後，原來每年自住嘅按揭利息都可以做埋扣稅，節省返一筆嘅稅務開支。當然買樓最重要嘅係因為樓作為一個投資物，買樓唔係要斟酌每個月有幾多嘅支出。我哋作為投資者當然就係想有住有賺啦。當然有啲人好驚，因為樓係除咗賺之外仲可以蝕。喺現今嘅媒體仍然主要報導啲人買樓蝕咗幾多錢，之後有一大班網民同你講有排蝕有排跌。但係正如我之前所講，媒體係捉住啲喺高位買樓嘅人去形容今日嘅樓市，根本係一種揶揄嘅心態，而唔係教你用一種投資或者創造財富嘅思維，只係喺度散播恐懼。我諗呢嘢公平過租，物業稅雜費開支點計，投資者穩贏嘅思維，喺我之前嘅影片都講過唔少，喺度我就唔慢慢重複啦。咁喺而家今次嘅影片，我就想同大家講下歷史啦。而家嚟到2025年9月，我哋睇翻樓市高位係2021年9月到今年3月嘅低位，下跌周期歷時3年半。你認為個時間長唔長啊？其實已經好長㗎啦。
不過我哋投資者都係冇水晶球，唔清楚 CCL 未來會唔會有能力再跌穿今年3月嘅134.89點低位。所以重點就嚟啦，既然人人都冇水晶球，我哋又點樣用歷史去衡量入市時機呢？其實 CCL 都唔係好長嘅歷史嘅事，歷史數據都係去到1994年。如果網上公開揾到最長嘅歷史數據，就係差估署由1979年第4季開始記錄按季出嘅樓價指數。如果你認真睇個樓市發展，其實下跌週期一般都只係1至2年內完成，長過2年係一個比較罕見嘅調整，而上升週期係可以好長。有興趣嘅觀眾都可以自己研究下。其實喺樓價指數40幾年嘅歷史入面，只係得3次跌浪係長達3年或以上。第一次係由81年第三季跌到84年嘅第三季，跌咗32%。之後2次就係大家熟悉嘅97年同埋今次由21年第三季跌到25年嘅第一季。所以今次嘅跌市已經係歷史上第2長。至於點解成日都有人講97年，係因為97年跌市嘅跌浪又長，而且跌幅又多，所以由97年到而家不斷有人期待97年嘅樓市情況重現。呢個題材亦永遠吸引到眼球，完全都唔會考慮97年樓價係完全脫離基本面，同埋而家樓市已經得到基本面嘅支撐。而家嘅樓市可以用裝修價錢嚟支付上車嘅首期，你會唔會覺得係貴呢？不過今次我哋純粹以歷史嘅角度去睇，今次嘅跌浪，差估署樓價指數跌咗3年半，去到第2季已經反彈。咁而家個斟酌點就係會唔會係97嘅2.0？即使係都好啦，其實今時今日比樓市高位都過咗近4年。咁我哋又睇下97年第三季高位之後嘅4年，即係2001年嘅第三季買入。係啊，要多2年個樓價先係谷底。但我啱啱講要儲錢換樓都要等5年，即使遇上97嘅樓市災難之後4年先買入，持貨5年換樓都可以賺到2成，但你必須要經過03年跌多2成嘅谷底先可以賺到呢啲錢。講緊做9成按揭係有成10倍槓桿，5年之間你一度蝕晒首期做負資產，兼倒貼多一份首期，變做贏200% 嘅回報去換樓，你又有冇咁嘅勇氣去賺呢筆錢呢？畢竟呢個世界嘅人冇水晶球，唔知道未來係點樣。今次嘅樓市跌浪亦未必有97年咁長。但係喺投資世界，你又唔一定要做最叻嗰個，要喺最低位買到同埋最高位賣出先叫做成功。其實賺到錢就得啦，差在投資嘅人輸唔輸得起，但係輸唔起嘅人就賺唔到錢。防守能力亦一早俾金管局嘅層層封鎖之下，根本正常喺銀行上到會嘅人都有實力供到樓。其實我相信呢啲道理好多人都知，但係點解啲人要拒絕買樓啊？就係因為儲首期係辛苦㗎嘛，要付出㗎嘛，之後供樓又係辛苦。你選擇排公屋係冇問題㗎，因為支出方面真係少咗，你亦可以安排你嘅低租金人生。但係同時你都失去咗一個資本利得嘅機會。點解樓價升成日講買唔到樓，樓價下跌啲購買力就消失晒？其實我相信唔係消失，而係匿埋等跌完先買。畢竟冇太多人買啲價格正在下跌嘅標的，但多種嘅數據已經反映樓市已經見底同有反彈嘅跡象。如果你係想不斷令自己嘅收入同埋財富更上一層樓嘅話，有能力有儲蓄，而家亦係一個買入嘅時機。畢竟喺今日呢一刻嚟講，裝修錢已經可以足夠支付首期去買有裝修嘅上車盤。如果去到一個合理嘅環境之下，未必再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就等我哋睇下未來樓市會點走啦。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嗰2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星期再見面啦，拜拜。